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家的糖糖，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暖心多用抱枕小狗款。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这款抱枕分为头、下半身、五官、尾巴和配件。首先学习头的钩织方法，包括正面和侧面。先钩织正面，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起针，来回往返钩织。用到的针法有 X 短针、CH 锁针，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先来认识一下表格，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 H 加数字表示行数，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这里我用粗线做演示，颜色随机，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先打一个结，穿入钩针，调整线圈大小，左手挂线，接着开始起针，对照图解起对应数量的锁针。我这里起针数量较少，不做参考。起针完成后，接着钩第一行，倒2表示从倒数第2针开始，调锁针上方一根线，依次钩短针。一直钩完最后一个锁针位置。这样第一行就完成了。接着钩第2行，立一个锁针起立，逆时针翻转织片，挑下方短针针目不加不减钩短针。注意，因为织片翻面了，针目对应的是左上角的位置。总针数与上一行一样。这样第2行完成。继续钩第3行，立一个锁针起立，翻面，与第2行一样，也是挑下方短针针目不加不减钩短针。
第3行完成。后面剩余行数就按第3行的勾织方法对照图解勾完即可。如果中途一团线快用完时，需要重新接线，先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钩针穿入，将线钩出，然后取出新线，直接绕线将线钩出，这样接线完成，短针也完成了。继续钩短针，钩织时将接线线头和预留的线头包裹住，一起钩织。包裹几针后，多余的线头剪断。大家按照图解将剩余行数钩完。完成后，钩一个锁针固定，结尾预留80厘米线头断线。穿入缝针，与第1行的入针位置卷针缝合。织物不要拧起来。第1针位置可以多缝2次。缝完后打结固定。藏好线头，这样正面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下面学习侧面，是在正面2侧的位置分别接线逆时针绕圈钩织。用到的新针法有 A 短针减针，请看演示。取出正面，我们先钩一侧的侧面，
任意一侧接线，找到缝合位置，左侧一点，从这里开始接线，立一个锁针起立，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后面就是挑侧边边缘钩短针，一直钩完这一圈。完成后，可以数一下短针的数量，接着挑第一个短针针目钩引拔针连接，拉紧。连接的引拔针不算一针，需要拉紧。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针时，结尾都要钩引拔针并拉紧，这样侧面第一圈完成。下面来钩第二圈，立一个锁针起立。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针时，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短针的起立针不算一针，可以稍微拉紧。接着，表格中的 BLO 表示后半针。一个针目有这样的2根线，靠近自己的这根线称作前半针，远离自己的那根线称作后半针。这一圈都是挑后半针钩织。注意，第一针的后半针线段稍微有点短，可以挑松一点钩织。先在下方针目上对照图解钩对应数量的短针。完成后，表格中是括号 5xa 括号乘3，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乘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先钩5个短针，接着钩一个短针减针。短针减针的钩织方法是，钩针先穿入左侧相邻位置，将线钩出，再穿入下一相邻位置，将线钩出。这样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一次钩出。这样短针减针完成。括号里的一组针法 5xa 就钩好了。我再演示一次，先钩5个短针，接着是一个短针减针，这样第2组针法完成。
后面针法前面都演示过，大家就对照图解钩织即可。最后挑第一针针目引拔连接，这样第二圈完成。下面来钩第3圈，立一个锁针起立。这一圈是挑针目钩织，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第3圈完成。后面剩余圈数，大家就对照图解一直钩完最后一圈的最后一针。我这里已经钩好了，结尾预留15厘米线头，穿入缝针，进行收针，将针从左侧第2针针目穿过，再穿回最后一针的后半针，稍微拉紧整理一下，最后打结固定，并藏好线头。这样一侧的侧面就完成了。另一侧侧面方法相同，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样侧面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下面学习下半身，分为手、脚和身体。先学习手，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用到的新针法有 V 短针加针，请看演示。表格起针是环起，表示起针方法是环形起针，先单环起针，起针就完成了。接着钩第一圈，立一个锁针起立，在起针的线圈里钩6个短针，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直接拉紧，收紧织片中心，线圈就收好了。接着在这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上钩一个引拔针，如果分不清楚，也可以从后往前数针目。是这个辫子，稍微拉紧，这样第一圈完成。下面来钩第2圈，立一个锁针起立，先钩一个短针，
接着一个短针加针，也就是同一位置上钩2个短针。一组针法完成，大家再钩2组。完成后，第2圈完成。后面剩余圈数，大家就按照图解钩织即可。完成后，结尾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这样一个手就钩好了，大家再钩一个。这样手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先放一旁备用。下面钩织脚，方法前面都演示过，大家按照图解钩完即可。我这里已经提前钩好了，样品不做参考。注意，一个断线，一个不断线。接着钩织身体，取出不断线的角，先钩7个锁针。接着取出断线的角，找到第1针位置，钩引拔连接。另一个锁针起立，连接的引拔针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这是第1圈的第1针，接着后面就是1针对应1针钩短针。完成后，遇到锁针位置，调锁针上的1根线，依次钩7个短针。接着又在另一只脚上不加不减钩短针。然后又遇到锁针位置，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钩7个短针，也就是这一侧短针的入针位置。最后与第1针引拔连接，这样第1圈完成。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一直钩完倒数第2圈。这里我已经提前钩好了，下面来钩最后1圈。另一个锁针起立，先钩11个短针。接着取出一只手，捏扁，引拔针痕迹向后放置。
钩针先穿入手边缘2个针目，再穿入身体针目，一起钩一个短针。这样就合并钩织了。接着再像这样依次钩3个短针，完成后又在身体上钩5个短针，接着取出另一只手，捏扁合并钩织4个短针，完成后将身体剩余针目钩完。最后引拔连接，结尾预留50厘米线头断线。这样身体最后一圈就完成了，也连接好了手。取出适量填充棉塞入，这样下半身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将身体预留的线穿入缝针，接着取出头，找到头缝合处，捏扁后会发现一侧较窄一点，一侧较宽一点。我们从窄一点的这一侧，从
缝合处下面第一行往下数17行，用线标记。身体缝合占12行，所以再数12行，用线标记。缝在头的居中位置。缝之前先用线临时固定，我这里已经固定好了。手的这一面对着自己，缝合处痕迹向后放置。两侧位置大概18个短针左右。看一下头和身体是否协调。可以往里面加入一点棉花，看一看撑起来的效果。如果不协调，就稍微调整调整。合适后，将棉花取出，然后开始缝合。边缝合边取下临时固定的线。这样下半身和头就缝好了。最后剪一根30厘米的线穿入缝针，在身体第4圈和第5圈上绣一个 X 形状。
下面学习五官，包含嘴巴、舌头、牙齿、眼睛、鼻子、腮红、眉毛和耳朵。先学习嘴巴，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用到的新针法有 T 中长针、TA 中长针减针、W 短针一针放3针、TV 中长针加针，请看演示。取出线材，先锁针起针，接着从倒数第2针开始，调锁针上方的一根线，依次钩2个短针，9个中长针，1个中长针减针，钩针绕线一圈，穿入左侧相邻锁针上方的一根线，绕线钩出，这样1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下一针上也钩1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后，钩针上有5个线圈，绕线一次钩出，这样中长针减针完成。继续依次钩9个中长针，1个短针，1个短针一针放3针，也就是同一位置上钩3个短针。接着旋转织片，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依次钩1个短针，注意不要穿入这3针的同一位置。继续按照图解针法钩织，在最后一针上钩1个短针加针，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第一圈完成。后面圈数大家一直按照图解钩完倒数第2圈，我这里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下面来钩最后一圈，大家先按照图解一直钩到中长针加针前。完成后，下一针是中长针加针，也就是同一位置钩2个中长针。这样中长针加针完成。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钩对应针法，
勾完这一圈。最后勾一个锁针固定，结尾预留1米线头缝合。这样嘴巴就勾好了。将嘴巴穿入缝针，取出头，正面对着自己，缝在距离身体1行多1点的位置，占据16行。大家可以用线临时固定。注意有凹陷的这一侧向上，反面朝上，左右间隔12针左右。完成后开始缝合。大家可以看一下，固定好后是否居中，如果不居中，就大致调整一下。挑头部几根线与嘴巴缝合。完成后打结藏线。
取下临时固定的线，这样嘴巴就讲完了。下面学习舌头和牙齿。舌头是根据指样裁剪布织布，最后粘在嘴巴上。大家自己将它粘好。完成后，接着学习牙齿，分为牙齿1、牙齿2。先学习牙齿1，请看演示。大家先按照图解将前2行勾完，我这里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下面来勾第3行，另一个锁针起立，挑上一行最后一针针目，勾一个引拔针。左侧第1行边缘短针针目，勾一个短针。第1行边缘短针的入针位置，勾一个短针加针，也就是起针、锁针剩余的2根线。旋转织片，挑锁针剩余的2根线，依次勾6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旋转织片，挑侧边边缘勾一个短针，一个引拔针，结尾预留30厘米线头用于缝合。缝合方法与嘴巴相同，只是织片最后一行的正面向上。这样牙齿1就讲完了。下面学习牙齿2，取出线材，先锁针起4针，接着勾第1行，从倒数第2针开始，挑里山，也就是锁针背面的1根线，依次勾2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第1行完成。后面剩余行数，大家先按照图解一直勾完第5行，我这里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完成后，结尾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下面来勾第6行，将织片第1行的正面对着自己，也就是起织线头在左手的这一面。接着取出线材，钩针从第1行的边缘短针的入针位置入针，
直接将线勾出。另一个锁针起立，同一位置勾一个短针，继续在左侧边缘依次勾4个短针，然后挑第5行的第1针针目勾一个短针1针放3针，继续左侧针目依次勾5个短针，最后一针上勾一个短针1针放3针，旋转织片，挑侧边边缘依次勾5个短针，最后勾一个锁针固定，结尾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藏好线头，将正面对着自己，也就是最后一行的正面对着自己，然后对照成品图位置站在舌头上。较窄的这一侧向下放置，这样牙齿就讲完了。下面学习眼睛和腮红。眼睛织片和腮红钩织方法前面都演示过，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完成后，眼睛织片缝在嘴巴上面，距离4行左右。两眼之间间隔7到8针。腮红缝在眼睛两侧，偏下一点位置，距离4个短针左右。注意都是反面朝上。最后取出成品半圆眼珠，粘在眼睛织片上。这样眼睛和腮红就讲完了。缝合方法与嘴巴相同。下面学习鼻子，大家先按照图解将前3行完成，我这里已经勾好了。下面来勾第4圈，另一个锁针起立，不翻面，在下方第3行、第2行、第1行侧边边缘各勾一个短针，
完成后，来到起针位置，调起针剩余的2根线，依次钩一个短针加针，也就是挑第一行短针的入针位置，7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旋转织片，挑侧边边缘钩2个短针，在第3行的第1针针目钩一个短针加针，左侧针目钩半个短针，最后这针钩在第1针的入针位置，结尾预留线头断线。最后缝在2眼之间，最后一圈反面朝上，方法与嘴巴相同。这样鼻子就讲完了。下面学习眉毛和耳朵。钩织方法前面都演示过，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完成后，缝在2眼上面，一个靠右一点，一个靠左一点，都是短针这一侧在上，倾斜缝合。耳朵缝在距离眼睛织片第9行和第10行的位置。在侧面缝合。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缝合牢固即可。完成后，需要带一下线，使耳朵向下塌一点，大概4圈左右。大家将它缝好，这样五官也就讲完了。下面讲一下尾巴，大家先按照图解钩完，我这里行数不做参考，最后缝在身体后面第3圈位置。捏扁缝合。完成后，打结长线。
这样尾巴就缝好了。下面学习配件，分为内衬缝合、链子和蝴蝶。先缝合内衬，请看演示。下面取出头，样品不做参考，将反面对着我们自己，也就是有缝合痕迹的这一侧，捏扁，会发现一个侧边会有2个点，取出内衬，从一个点对准，然后这一侧对折，沿着这个点对折，到另一个点结束。大家将多余的部分剪掉，右手侧边位置预留一部分，将多余部分剪掉。反面对着我们自己，将长的这一边重叠缝合起来，侧边先不缝合，剪一根60厘米白色的线，我这里颜色随机，抽取一股，穿入缝针，从边缘位置开始缝合，大家将这一长边缝完，完成后形成这样两侧都有洞。
将内衬塞入头部，先将一侧与头部一侧边缘缝合起来。向里折一点，先固定线头，挑内衬折痕处，与头部反面几根线缝合。注意线迹不要漏到正面。大家将这一圈缝完，完成后打结藏线。接着，在内衬部和头部之间塞入适量填充棉，大致均匀的填充。另一面也填充好，棉花塞好后，可以从内衬部这个洞眼里穿过，试一下，看是否合适。合适后，将内衬缝合起来。方法与这一侧相同。需要注意的是，可以将内衬扯一扯，
使里面内衬不要皱起来。可以多缝一点。边缝合边试一下内衬有没有在里面皱起来，这样内衬的缝合方法就讲完了。接下来制作链子，采用挂线钩锁针的方式钩织，约25厘米，也可边钩边试带。完成后，固定在脖子处，并在正面缝一颗铃铛。下面提供一个挂线钩锁针的方式，大家先看演示，再钩织。下面演示挂线钩织锁针的方法。前方留出所需细绳长度3倍左右的线头，左手挂线，留出的线头在下方，先打一个结，然后将流线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钩针绕线，将线从挂的线和线圈中勾出。第一针完成，将下方线头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继续钩织，钩针绕线，将线勾出，重复挂线钩织。到达需要的长度后，留线断线。如果需要缝合，线头留长一点。完成后，将预留的一根线穿入缝针，将链子围在脖子处，固定在身体后方。完成后，剪一根同色线，抽取一股，在正面缝一颗铃铛，藏好线头，大家多藏几针，这样链子就讲完了。下面学习蝴蝶，采用环形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用到的新针法有 E 长长针、3卷长针、F 长针，请看演示。取出线材，环形起针，接着钩第一圈，
立5个锁针起立。在线圈里钩一个3卷长针，钩针先绕线3圈，接着穿入线圈，绕线钩出。现在钩针上有5个线圈，绕线依次从钩针上的前2个线圈中钩出，重复4次。这样3卷长针完成，再钩一个。完成后，钩2个长长针，钩针绕线2圈，穿入，绕线钩出，再绕线，钩针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重复3次。这样一个长长针完成，再钩一个。完成后，钩一个长针，3个锁针，接着在线圈里钩一个引拔针，继续钩4个锁针，2个长长针，4个锁针，线圈里钩一个引拔针，后面就是钩引拔针右侧对称针法。完成后，钩一个引拔针，最后断线。收紧线圈，最后另取线，在起针线圈里将线钩出，再钩一个锁针，带一下开始预留的线，断线。这里用胶水沾一下，固定牢固后，预留一点长度，剪断，作为触角，缝在头顶上，距离眉毛约5行位置。大致居中。到这里，这款产品就讲完了。如果大家在钩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